讲到早自习很多人应该会唤起许多的回忆，比方说考试以及更多的考试。但你知道吗？其实早在27年前，教育部就已经取消了早自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早自习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今年的5月呢，教育部正式的发布公告，明定了国中小学生早自习不能够考试。这个消息一出，引起了两极化的讨论。有人觉得教育部根本管太多，这个政策呢，不只会影响到学生的竞争力，也会让重视学业表现的家长改成呢把小孩改送去私校补习班，反而加重了小孩的学习负担。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教育部呢老早就已经取消早自习，但不止很少学校遵守，还有很多的学校呢会把早自习拿来考试，强迫学生一定要到校。所以这一次教育部终于硬起来规定学校禁止在早自习考试，有人认为实在是勇气可嘉。到底为什么要有早自习？早自习禁止考试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法令公告之后，学校还会有早自习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的绘本给孩子吗？网络上面满满的绘本书单，你有时间研究吗？别担心芒狗狗人气精选组都帮你选好了。从家长最在意的认识身体界限、情绪教育，到常让家长烦恼的吃蔬菜、看3C 等等的习惯培养，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理财观念等等的热门主题，不但一次拥有10本精选绘本，还有感官游戏和学习卡牌，官网还能够试阅全本，让你放心再购买。芒狗狗人气精选组官网独家68折，输入G77专属折扣码77推荐，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在讨论未来还有没有早自习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看早自习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台湾最早在日治时期，学校就安排所谓的早自习跟晚自习。当时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让学生呢在上课时间的前后可以有时间复习课业，或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那随着时间的演进，升学主义的兴起，早自习用来考试以及第8节要上辅导课，就逐渐的成为了大部分学校的标配。学生们一整天必须待在学校的时间也就变得越来越长。但你知道吗？其实学校并没有权利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早自习，甚至呢，早在27年前，教育部就已经要取消早自习了。1997年，教育部曾经发公文要求全台湾的中小学校取消早自习。公文当中强调，现行的课程标准没有规定要有早自习，为了让学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确保身心健康，学校应该要取消早自习的安排。不过考量到一些离岛偏远地区或是家长接送时间比较难以配合，公文当中也有提到，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各自的学生早到学校办法，但在这段期间禁止要求学生抄作业或是安排考试。这是因为早自习时间不属于正式课程，如果安排考试要求进度，等于呢是强迫学生一定要在早自习到校，不然就会没有成绩，跟不上进度，这样子并不公平。换句话说，当时教育部就已经订定了废除早自习的政策方向，以及早自习禁止考试的规定。可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台湾学生早自习还是要考试呢？这就要说到地方制度法的规定，里面提到说，国民教育办理权责属于地方政府，所以虽然教育部有发公文但实际上面要不要正式取消早自习，依旧要取决于地方教育局处的规定还有稽查。所以如果教育局处没有跟进落实，学生呢还是要必须的去上早自习，写一大堆的考卷。那除了早自习，因为地方自治的关系学校呢还有很多教育现场跟规定不符的现象。比方说，很多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观众应该都有经历过借课，就是课表上面看起来无虞均衡但实际上呢，学校会把体育美术、家政、社团这种不会考试的课程拿去上数学、英文或者写考卷。甚至呢，有些学校为了要避免稽查，还会要求学业股长呢要写假的教学日志。又或者第8节课或者寒暑假的辅导课，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些课程一样不能够强迫学生参加，也不能够上正课的进度。但很多人都有经验只要在回条上面勾选不参加，老师就会不断的追问原因，甚至明示暗示说不参加的话呢，可能会落后同学。也因为这些教学现场跟政策不符的情况，2013年教育部还提出了国民中小学教学正常化实施要点，确保学校跟教师呢真的都有依照课纲还有课表来安排课程、教学还有评量。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直到隔年12年国教开始推动，才终于出现了一丝的破口。
12年国教强调自主学习、素养教学，很多的民间团体认为教育部应该要积极的解决台湾学生上课时间过长、睡眠时间不足的问题，摆脱过去填鸭式教育升学主义的教育环境。所以近10年来呢，强迫学生提早到校考试早自习，还有表里不一的 AB 课表，就成为了很多民间团体批评的目标。那为了回应民间团体的诉求，并且落实12年国教的目标，在今年的5月，教育部也正式的发布了国中小的正常教学监督办法，明确的表示说，学校应该要依照课程纲要规定来规划课程，并且按表操课，而学习评量呢，应该要在规定内的学习结束内实施。也就是说，教育部又再一次说了，学校不能够借课，早自习跟第8节课也都不能够拿来考试跟上课。而且这次的规定跟过去最大的差别呢，就是教育部要求各地方政府应该要无预警的随时派员到校抽查。那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教育部就会调降相关的教育经费补助。所以这个政策呢，也让很多人认为教育部终于要硬起来，要求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策，不再有模糊的空间。那也有很多人好奇那法令公告之后，未来学校就没有早自习了吗？也没有到这么极端。刚刚有提到呢，部分地区比较偏远或是国中小学童有家长接送需求，很多学生呢还是不得不提早到校。所以目前的规定呢，主要是希望在非正规的上课时间内，可以保障学生能够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应该让考试成为唯一的选项。也就是说，早自习并没有真的被废除，只是透过禁止考试，把早自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但这样政策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弹。反对的声音主要可以分成3类，首先是反弹声量最大的，很多人是担心早自习不能够考试，会让学生浪费时间，进而影响到竞争力。他们认为早自习不能够考试，那学生就只是去学校吃早餐补眠、滑手机或者跟同学聊天，这样根本是在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再来，也有人质疑这个政策呢，只是把压力转移到老师身上而已。有老师批评，新课纲实施之后呢，许多科目的这个正课结束已经被砍到进步上不完。那现在呢，又规定不能够考试，那老师到底要怎么帮学生复习？而且也有老师强调，他们也很支持给学生更多的休息或自由时间，但很多时候是家长要求老师安排考试，为小孩复习。如果他们没有做，反而会被说不尽责、不胜任，压力真的很大。最后又有人批评这个政策不止太过理想化，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教学正常化的目标。政策公布之后呢，很多的家长担心早自习不能够考试，小孩的课业可能会落后，所以考虑呢要花大钱送去私校或是课后补习班。很多人担心呢，这样子一来不只是学生的课业压力没有减轻，老师还要背负教学不认真的压力，家长可能也会增加经济负担。最后得利的反而是民间的升学补习班，因为这个政策呢，生意更加的蒸蒸日上。这些人就批评禁止早自习考试不止没解决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把整个教育环境推到了更糟糕的方向。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志宇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这次早自习禁止考试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不管是支持或是反对的人，他们的核心目标都是想要为小孩好。反对人担心教改的政策说改就改，但社会风气没有变，学历在社会上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那为了小孩好，老师还是得要求学生在学科上面努力的学习，家长也只好硬着头皮花钱让小孩补习，或是送去教学风气比较严格的私校。那有些老师也说呢，他们很支持教学正常化，也希望小孩快乐成长，但每天面对到的教育现场呢，就是以升学主义为核心，只凭他们一己之力不太可能撼动整个结构，最后也不得不选择这些必要之恶。但支持的人认为，就是社会一直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才会导致教学现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很多小朋友年纪轻轻就必须要背负着沉重的书包，从早上的7点一路上课补习到晚上8、9点，回家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写，一点童年生活都没有。那为了小孩好，教育部当然应该要加强政策的监督力道，来确保政策有被落实，还小孩一个快乐的童年。而我们自己也试着站在为小孩好的角度上面呢，来看待两边的论述。老实说，这两边呢好像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很难说出谁才是真正为小孩好的人，而谁不是。但我们也试着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到底希望未来的小孩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是学科读得很好的人才有机会出头天，还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长才就可以是成功的人呢？以我们团队来说，我们一直很期待台湾的社会可以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包容，对成功有更宽广的想象。
那在这个愿望之下，落实教学正常化，确保学生五育均衡，也会是我们期待的未来。但我们在这一次的争论当中也看到，只有定目标，强制落实可能还是不太够。毕竟早自习考试可以持续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它有需求存在。我们有哪些配套可以提供学校、老师以及学生足够的支持跟资源来解决这些需求吗？如何让家长相信多元学习真的能够帮助到小孩未来的发展？好像都是现阶段我们必须要再深入讨论以及努力的方向。当然啦，我们并不是什么教育专家，而且早自习考试这件事情也只是整个教学正常化议题战场当中的小小一块。实际上呢，还有包含了像是第8节课啊、寒暑辅，还有其他像是模拟考时间、公私校差异等等的相关议题，也都和这一次的修法有关。但碍于影片长度，我们就没有再多做延伸的讨论。非常欢迎熟悉教育的朋友，也可以多多留言补充你们的看法哦。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早自习应该要拿来考试吗？应该哦，不然也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考试了。不应该哦，考试等于强迫大家一定要准时的参加早自习，所以干脆直接强制废除早自习，就也没有可不可以考试的问题了。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早自习。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学生过劳以及单性别学校。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